好，欢迎来到面具人频道，我是 Sandra。很多投资者都会利用加密货币的贪婪恐慌指数来观察市场的投资情绪。在币圈呢，也有不少人将这个指标视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你真的了解加密恐慌与贪婪指数吗？今天呢，这一支影片就想跟大家来聊聊恐慌指数究竟是代表什么意思，以及探讨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和应用的局限性。加密货币贪婪恐慌指数是由投资分析网站 Alternative 创建的。那这个指数呢，是综合了主要的加密货币情绪指数，用于衡量一般市场对于加密资产的看法。那这个指标呢，是从2018年2月开始衡量投资者情绪的。贪婪的恐慌指数的测量范围是0到100分，分数越低呢，代表越恐惧；分数越高，则代表越贪婪。通常0到24分代表极度恐惧，也就是意味着投资者们正在大量的抛售，并且退出市场。25到49分则代表恐惧，这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正在抛售，而且市场目前兴趣仍然不大。那50到74分则是代表贪婪，这意味着大量的购买正在发生，导致价格上涨。75到100分则是代表极度贪婪，表明现在市场呢非常的火爆，市场的泡沫也有可能很快就会到来。那截至2022年5月，指数已经是达到10的阻力位，也就是位在极度恐惧的地方。正如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极度恐惧呢，通常意味着价格大幅的下跌，投资者们正在退出加密市场。而极度贪婪通常是与价格飙升和新投资者进入市场有关。之前的极度恐惧时刻，最近的发生时间呢，是在2022年1月、2021年5月、6月和2021年7月、2020年3月以及2019年8月。当时的恐慌指数就是达到历史的最低点5。而最近的极度贪婪时刻呢，则是发生在2021年10月和11月、2020年1月、8月、11月、12月以及2019年6月。大家可以就是去对照比特币或是以太币这些主流币的历史价位，通常贪婪指数越高，价位呢也在相对的高点。那对于长期和短期的加密投资者来说，加密货币贪婪恐慌指数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因为在恐慌的时期，投资者们可以希望以比较低的成本来建立自己的加密资产仓位，而其他的散户则相对害怕进入市场。同样的，在贪婪时期，投资者可能会希望推迟购买新的加密资产，甚至可能会在价格仍然很高的时候卖出部分的加密货币，以确保真正的获利。但是这个指数主要是关注比特币，比较少关注到其他的加密资产，所以这也有可能会使指数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不如预期。但其实加密货币市场主要还是根据比特币的走势在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指标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加密贪婪恐慌指数是如何计算的呢？它主要其实是分成6个主要的因素计算的。每个因素呢都按照感知的重要性加权。那这些主要的因素包含第一个，市场动能和交易量。当前的交易量和市场的动量呢，是加密货币贪婪恐慌指数考虑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指数的计算呢，是将当前的日交易量和动量与30天和90天的平均值进行比较。那第二个的因素呢，是波动性。加密货币的波动性越高，投资者可能就会越害怕，从而导致指数的得分较低，与市场的动量和交易量一样。波动性和价值下降是与30天和90天的平均值进行比较的。第三个主要的因素是趋势。加密货币贪婪恐慌指数还衡量了 Google 上加密货币的搜索量。搜索量如果越高呢，通常会导致潜在的贪婪越大，因此指数的得分呢也会越高。与其他的指标因素一样，搜索量研究主要是关注的是比特币，并且呢，根据感知的重要性和数量对搜索词进行加权。第四个主要的因素是支配地位。支配地位着眼于比特币市值与所有加密货币市值的百分比。通常认为，比特币的主导地位增加代表了一个更可怕的市场，因为投资者可能将比特币视为加密货币的避风港。但
但是这种方法呢，在目前的市场中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因素，因为比特币在2022年5月上旬的当前市场份额是41.66，价格呢是大约为31500美元，低于比特币在2021年11月69000的美元高点。但是当时的市场份额大约是43%，那这个表明呢，在市场恐惧的时期，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涌向比特币作为避风港。那这可能归因于就是以太币或者是 USDT 这些稳定币的增长。因此，一个更好的支配地位测量可能会考虑前3到4名资产的支配地位，而不是只计算比特币。第5个主要的因素是调查。虽然这部分的计算呢，就是已经暂停，但最近 Alternative 还是有利用他们的姐妹站 Strawpool.com 进行每周的加密民意调查。虽然民意调查仍然在进行，但是目前并没有将这个调查的结果作为指数计算的一部分。那最后一个主要的因素是社交媒体。加密货币贪婪恐慌指数利用的是文本的处理算法，来解析比特币和 Twitter 上与加密相关的市场关键词。算法的搜集呢，并计算带有加密货币相关主题的文章，并且衡量与加密货币相关文章的发布速度以及文章在特定时间内的互动量。虽然说贪婪与恐慌指数很有用，但它并没有告诉投资者们任何有关市场时机的讯息，也没有声称对未来做出任何有效的预测。因此，即使市场处在一个极度贪婪，价格仍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并且保持在那里。那同样的，如果市场呢现在处于一个极度恐慌之中，价格也还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跌，并且在一段未知的时间内保持低迷。对于日内的交易者和波段的交易者来说，贪婪恐慌指数呢或多或少有一些作用。但是不管你的策略是如何，投资加密货币总是有风险的。投资者和交易者们都必须要随时的准备好失去他们投入的任何东西。虽然加密货币贪婪恐慌指数是一个强大的指标，但同样的，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投资时不应该就是只依赖一个单一的指标，多了解一些其他的工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会有任何坏处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告一个段落。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